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每天中文。这是一档帮助大家轻松学习中文的播客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雨。我是大明。今天我们要聊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话题，就是社交媒体到底是好还是坏？这个话题真的很有意思，因为我们几乎每天都离不开手机，也离不开各种社交软件。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，社交媒体已经变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没错，那我们先从自己的习惯开始吧。你先说说，你每天用的最多的是哪个平台？我用的最多的是小红书，还有抖音。我喜欢在上面看别人的生活，也喜欢分享自己的日常。这两个平台给你的感觉一样吗？不太一样。小红书上大家更喜欢分享生活方式，比如穿搭、美食、旅游攻略。抖音上，我更多是看一些搞笑或者有意思的短视频。那你一般会发什么样的内容呢？比如今天穿了什么新衣服，或者去了哪家好吃的餐厅，我都会拍照发出去。只要有好玩的事，我就想跟大家分享。听起来你很享受这种分享和被关注的感觉。是的，不过你好像很少发朋友圈。你平时是怎么用社交媒体的？我主要是用来获取信息，比如看看新闻，或者关注一些我感兴趣的领域的博主，学一些新知识。所以对你来说，社交媒体更像一个学习工具，而不是分享生活的地方。可以这么说，虽然我很少分享自己的事情，但是我每天也会花不少时间在上面阅读和学习。这么看来，无论是你这种喜欢分享的类型，还是我这种喜欢学习的类型，我们两个人都离不开社交媒体。是啊，几乎每个人都是这样。那我们今天就来聊聊，社交媒体到底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处，又带来了什么问题？好，那我先说一个我自己的经历吧。上个星期，我看到一个大学同学发的旅游照片，他去了云南。照片里的风景特别美，天空特别蓝，他笑得也特别开心。然后呢？看完以后，你是什么感觉？看完以后，我心里突然有点不舒服。我开始想，为什么他的生活那么精彩，而我每天只是上班下班，一点儿也不特别。这种感觉很正常。我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种下意识的比较心理。后来我跟他聊了几句才知道，他那趟旅行其实又累又麻烦，路上还差点错过飞机，一直在担心。原来是这样，可是他的照片里完全看不出来这些辛苦。对啊，我这才明白，我看到的只是他生活里最好看的那一面，并不是他真实生活的全部。这就是社交媒体的一个问题，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是别人愿意让我们看到的部分，是被选择过的。
说得好，就像一扇窗户，我们只能看到窗户里展示出来的风景，却看不到窗户后面真实、普通的生活。这个比喻真的很贴切。我以后看到别人的照片，应该提醒自己，这只是风景的一部分，不是全部。我也有一个类似的经历。有一次我打开手机，只是想看一下今天的天气，结果不知不觉刷了快1个小时的短视频。这种情况我也常常遇到，本来只想看5分钟，结果一个视频接一个视频的推荐过来，时间就这样被偷走了。而且，因为习惯了看短视频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难安静地把一本书看完，注意力总是很容易分散。这确实是个不小的问题。我们的注意力好像被训练的只能接受又短又快的内容，没办法长时间的思考。除了这2个问题，我觉得比较和浪费时间之外，社交媒体还会让一些人产生一种莫名的焦虑。你说的没错，有时候看到同龄人换了新工作，或者买了新房子，心里也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落后了。其实我也想起一件事，有一次我把手机放在桌子上，本来只是想查一个词，结果10分钟过去了，那个词我都还没查到。怎么会这样？因为屏幕一亮，各种推送消息就跳出来了，我的注意力马上被这些消息吸引走了，根本没有好好完成原本的事情。这种情况真的很常见，我们的时间常常就这样，被一条又一条无关的信息，一点一点地分走了。所以我现在会试着把手机调成静音，需要专心的时候，就把它放到另一个房间，眼不见心不烦。这个方法听起来很实用，我也应该学一学，把自己的手机习惯管理得更好一点。仔细想想，这些问题其实都来自同一个原因。我们花了太多时间去关注别人的生活，却忘了好好照顾自己的生活。说得非常对。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问题在哪里，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我觉得第一点是在打开手机之前，先问问自己，我现在到底想做什么？是想联系朋友，还是只是无聊？第二点，可以给自己规定使用时间，比如每天只留半个小时看社交媒体，其他时间就把手机放在一边，专心做别的事。第三点，我们可以主动选择内容，多关注那些让自己开心、真正有帮助的账号，少看那些总是让自己有压力的内容。第四点，如果发现某个平台总是让你心情不好，那就可以试着少打开它，甚至暂时把它从手机里删掉。第五点，可以试着把手机的推送通知关掉一部分，这样就不会一直被叮咚叮咚的提示音打断。比如，与其一直刷一些让人焦虑的账号，不如多关注一些教你做饭、教你运动、真正对生活有帮助的博主。
这几点建议都很实用。最后一点，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，就是要记住，社交媒体不是生活的全部。没错，真实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。多和身边的人面对面聊聊天，出去走一走，感受一下真实的阳光和空气。说得对，不如我们这个周末一起出去走走吧。去公园散散步，把手机留在包里，好好聊聊天，不用一直看屏幕。好主意，只要我们愿意花时间去调整，就一定能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，让社交媒体为我们服务，而不是反过来。对了，刚才我们说的朋友圈，就是微信上可以分享照片和心情的地方。你可以关注朋友，也可以给他们点赞、评论。还有比较这个词，意思是把自己的生活跟别人的生活放在一起看，看看谁过得更好、更精彩。我们也用了不但，而且这个句型。比如，社交媒体不但让我们了解朋友的近况，而且能帮我们学到很多新知识。还有虽然，但是，比如，虽然社交媒体很方便，能让人跟人的距离变近，但是也会给我们带来一些压力。最后还有无论都，比如，无论你怎么用社交媒体，都应该记得，真实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。还有一个把字句，比如刚才说的，把手机放到另一个房间，意思就是拿起手机，让它离开自己身边。这也让我们复习了得地的用法，比如把生活安排得更充实，或者安安静静地看完一本书。另外还有背字句，比如我们前面说的，注意力被短视频吸引走了，时间也被一点一点地偷走了。好了，今天我们聊了社交媒体的好处和坏处，也一起想了想应该怎么找到一个健康的平衡。希望正在收听的你，也可以想一想，自己每天到底是怎么用社交媒体的，它给你带来了什么？不管答案是什么，希望我们都能好好的使用它，而不是被它牵着走。那么，今天想问问正在收听的你，你觉得社交媒体给你带来的好处更多，还是压力更多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告诉我们你的答案。我们很想听听你的故事，也想听听你的经验。我们是 Go Mandarin Daily， 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节目，也别忘了点赞和订阅，支持我们做出更多内容。我们下次再见。